苏玲，你别怪爹狠心，爹实在是没钱养你。你姨母跟你娘亲关系好，她肯定愿意收留你。你留在裴府，总比跟在爹身边强。媳妇儿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去赌了。我爹用甜言蜜语骗了我娘一辈子，后来我娘心死了，扔下我跳了井。恒儿，慢点，当心着凉。娘，是苏宁。那年我成了裴府的表小姐，快，赶紧抱进府内。虽然姨母待我极好，但我知道这里始终不是我的家。我也正有此意。青青这孩子，我看着喜欢，不如先和燕儿把婚事定下。能攀上侯府，是青青的福气。原来表姐长大是要嫁给他的，我不过是个穷秀才的女儿，怎敢有别的奢望？爹爹，娘亲，我不要嫁给表哥。胡闹！我就是不想嫁嘛。青青，过来。姑母没让你现在嫁，只是先和你表哥定下婚约，等你20岁了再嫁入侯府。哼！每次表姐来侯府都要拉上我，我既与侯府毫无关系，也没有尊贵的身份，跟在身后实在尴尬。跟着他们一起叫表哥便是，不必拘礼。不愿意？这不合礼数。那就别跟着他们一起过来。我表哥生来就这样，我从小也没少被他说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大不了我也不过来了，不就是侯府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来就不来，本来也不是我要来的。夫人请用茶，世子请用茶。你姨母拿你当女儿疼，就跟着你的表哥表姐他们2个叫吧，换我姑母，换慈燕表哥。姑母，表哥。哎，像侯夫人这么温柔的女子，怎么会生出这种冷冰冰的孩子？娘，我还小嘛，就让我再多陪您几年好不好？不行，你等的，你表哥等不得，再等下去岂不耽误了你表哥？我跟你姑母商议过了，婚事定在2个月后的初8。我不嫁。夫人，表小姐的生父在乡下过世了。苏宁，要回去看看吗？我回去探望一下。
我让云恒陪你一起去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当年我娘死的时候，她东拼西凑才买得起一副薄棺，在我娘坟前狂扇自己耳光，哭着说她知错了。可转头她又去花天酒地，人怎么可以有两副面孔？等等，有劳两位，我们去镇上买口棺材。这些年他身无分文，却也从未想过来裴府找我，拖累我。我打心底里恨他，所以我便一直没来看过他。我不知道他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表哥，我们回京吧。表小姐回来了，侯夫人和世子正陪着老爷夫人在前厅叙话呢。你快走！苏宁，你回来了呀？这么快就处理完了呀？表姐，他是谁啊？他是大理寺卿宋大人的儿子宋元，现在担任主簿一职。我与他自幼就相识，当初母亲给我与表哥定亲，我就不愿意。我不喜欢表哥，但是我又退不了婚。我甚至跑去跟表哥提过退婚一事，他直接甩给我一句随你。苏宁，你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？可是表姐，你已经与谢世子定下婚约了呀。苏宁，我不想嫁石头人。石头人描述的挺像，他确实像个没有感情的石头人。表哥，青青，成何体统？爹，我喜欢吃挂炉烤鸭，坐得远了不太好夹嘛。表姐，你坐在我的位置上了。你既喜欢吃挂炉烤鸭，那我便将这道菜挪到你面前，好不好？巧了，我最闻不得烤鸭的味道，这道菜在那个位置刚好。既然表哥闻不得，那就放这儿。苏玲，你快坐。苏玲，快坐吧。家里的事儿处理完了？姨母，处理完了。你那个爹真是死不足惜。找，挖地三尺要把他找出来，说找到他就要打断他的腿。这死孩子，他比你还大3岁，怎么就没有你稳重呢？平时玩闹也就罢了，这是大喜的日子，居然不见踪影。夫人，还差1炷香时间就要到吉时了，可眼下小姐还没找到。苏玲，你跟我来。苏宁，你去替你表姐替嫁。姨母，不，成婚这等大事，我怎好替嫁？而且侯府的人都见过表姐。苏玲，姨母这么多年一直拿你当女儿疼，你吃的用的跟你表姐无异，
可你那表姐不顾后果逃婚，若是今日传出去，我们裴府和侯府不仅会沦为京城的笑柄，昔日的关系也会彻底破裂。夫人，吉时到了，接亲的队伍还在府外，全上京城的人都看着呢。来不及多说了，这事关裴谢两家的颜面，算姨母求你了，明日我跟你姨父自会去侯府赔罪。姨母，您别这样，我嫁，若是表姐回来，再将我与表姐换回来便是。娘，我长姐做错事，凭什么要苏宁替嫁？我不同意。您明明说过，待长姐的婚事一结束，便会询问表妹的意见，将她许给我的。你还嫌府里不够乱吗？有本事你现在将你长姐带回来！怎么是你？世子放心，明日找到表姐，姨母会亲自带着她来侯府赔罪，到时候再将我与表姐换回来。换回去？你们当侯府是什么地方？世子，姨母出此下策，也是为了保全侯府的颜面。新娘逃婚，若是传出去，不仅裴府丢了颜面，侯府照样会沦为笑柄，所以才……一日一早，我迟迟没有等到裴府的消息，这意味着表姐还没有找回。少夫人，该去正堂给侯爷和夫人敬茶了。母亲已经知道了你不是裴青青，但你既已嫁过来了，也需按照礼仪给他们敬茶。请侯爷、夫人用茶。苏宁，昨夜燕儿已经告诉我了，你既已嫁进侯府，那便是侯府的少夫人，你应改口叫我一声母亲。夫人，我替表姐待嫁，实属无奈之举。待找到表姐，姨父和姨母会上门赔罪，再将表姐与我换回来。啊？还换回来呀？他昨夜没跟侯爷和夫人说会换回来的事吗？侯爷和夫人这一家也太过善解人意了些。夫人，我与苏宁许久未见，有几句体计话想嘱咐她，不知可否借步？亲家母自便就是。姨母，表姐现如今也找回来了，是不是我跟表姐该换回来了？傻孩子，都已经嫁过去了，怎么可能还能再换回去？我与她并未……姨母，我与她未同房，能换？她可是嫌弃你。她本来就是与表姐有婚约的。他心悦表姐，大婚之日变成了我，嫌弃也正常。侯爷和夫人也没有责怪之意，我跟侯爷和夫人说了，待表姐回来，我与表姐换回来。
你表姐与一男子一块儿回来的，是大理寺卿的儿子宋小公子。宋公子跟你姨父说要上门提亲，你姨父命人将他打了出去，将你表姐关在阁楼，不准她外出一步。表姐性子叛逆，她本就不喜欢谢世子，看来换回来是不可能了。你与慈燕是拜了天地的，便是夫妻。她现在不喜欢你，不代表日后不喜欢你。你在侯府做好分内之事便好。你表哥心悦你，若不是你表姐闹这一出，我本想询问你的意见，让你日后嫁与你表哥的。若日后他还是对你无意，你不想与他过了，可与他和离。你虽不是我亲生，可如同亲生。和离？这道羹再炖1刻钟，侯爷晨起不系太腻，鸭油再撇一遍。是，少夫人。盐重了，重做。少夫人，夫人请您过去一趟。好，这边盯着些，别误了时辰。是，这些是府里的账本、钥匙，还有内宅对牌。往后府里的事你先接着管。母亲，我才进府不久，只怕做不好。谁也不是一上手便都会，慢慢学，有我在。既进了侯府，便是一家人，不必拘着。是。若有看不明白的，就去问慈燕，她虽话少，账目却最清楚。儿媳记住了。去吧，别有压力。少夫人，可要奴婢去请世子过来瞧瞧？不必。可这几页你已经看了2遍了。慢慢看，总能看懂。别去打扰他。街上新开的铺子，顺手带的。多谢世子。别这么换。那该换什么？若你不愿换夫君，照旧换表哥。表哥。用膳。还没睡？我在看账。这里记的是库房旧账，不算在本月支出里。我把它并进去了，难怪总对不上。这一笔要看前账，这儿、还有这里，都要对。再算一遍。原来如此。往后有不懂的，直接问我。我怕耽误你。不会。好。别看太晚。这是我儿媳苏宁。早就听闻少夫人温婉能干，今日总算见着了。果然是个标致人儿。见过诸位夫人。这孩子心细，侯府近来内宅诸事都是他在照养。侯夫人好福气。夜深了，你也早些歇息。表哥慢走。少夫人，侯爷和夫人命人送了些膳食过来，让您与世子一同用晚膳。去请表哥过来。是。少夫人，世子说还有公务要处理，稍后才能过来，请您先用膳。知道了。
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苏宁，你怎么了？表哥，我……苏玲，我没事。你怎么能抱着他泡那么久冷水？人都病了，你还不知轻重？是我的错。醒了。世子，我自己来吧。不愿喊表哥，那就叫夫君。张嘴。苏宁，昨日是我疏忽，害你患病，是我的过错。我已向圣上请了假，这几日陪你出去散心。你可有想去的地方？没有。表哥，我已无碍，你无需为我专程请假，莫惹圣上不悦。哼，假都请了，还能如何？见过少夫人。世子爷，少夫人。二位公子。这茶不涩。多谢表哥。上来。我自己可以。慢些走，不必怕。我没怕。试试。风寒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这几日他带我见友人，陪我骑马、作画、赏花、放风筝。可我其实并不需要他作陪，他在身边，我反而拘束。姨母说过，不想过便可提和离。可我才嫁来3个月，要不再等些时日吧。累了？没有。
少夫人，裴府送来请帖。表姐定亲了，听说婚期定得急，裴府今早便将帖子送来了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她终究还是嫁给了自己心心念念的人。说表哥今晚因此难受的睡不着，我竟有些高兴。真奇怪，我明明不是这种会幸灾乐祸的人。什么事这么开心？没，看书看到有意思的地方了。看样子确实好看，只不过表妹书拿反了。苏林，别来无恙。表哥，别来无恙。表哥，表哥你干嘛？我跟我表妹聊两句，怎么就误了时辰？姨母近来身子不错，就是总念叨你。长姐那边还是老样子，嘴上硬，心里倒常提起你。姨母，吵死了，滚远点。我还没来得及。表哥，慢些。表哥，你做什么？换我表哥。表妹，我不想等了。我不是你表妹。不是我表妹，是裴云恒的表妹，对吗？我与他本就是表兄妹。你还不回去？今晚我睡这儿。不审了。别！快睡吧。
他始终没有越剧，只是留宿。少夫人，世子今晚赴宴，多喝了几杯，方才刚回院子。夫人让我来知会您一声。把食盒拿上，随我过去。是。先喝点热的。为何我身体会如此燥热？你给我喝了什么？就热水啊。热水，灵儿，你心虚什么？莫非这热水下了药？没有，我真没给您下药。灵儿，帮我好吗？我真没给您下药。表哥，你坚持一下，我带你去净室。你走吧，等会儿我自己去。好。有事。表哥，这个给你。好啊，只是天色已晚，明日一早我派人送你离开。好。表哥，你这是要作何？表妹，我本想给你时间适应，可似乎没什么用。都1年了，还想着离开，就这么喜欢你那裴家表哥？可你别忘了，你嫁的人是我，不喜欢我，你也是我谢慈嫣的妻子。哦，对了，你表姐逃婚是我撺掇的。我知道裴云恒心悦你，我若顺着与裴家的婚事走，只要你表姐在大婚之日逃婚，裴家就只能再送一个女儿过来。可裴家没有别的女儿，只有你。喝点水。所以，你不打算放我离开了是吗？你是我处心积虑得来的妻子。我这人一向不喜欢强迫，从前一直没碰你，是顾及你的感受。可我等来等去，等来的却是你要与我和离。今晚，我们洞房花烛。夫人这下总算能放心了。放心，太放心了，我得替他们多拜几炷。换夫君，不换。再说一遍。
你今日不去书房？去过了。那你跟着我做什么？顺路。重，我拿着。这趟降山我没白去，佛祖总算开眼了。母亲怎么突然去香山了？我这不是替你们求个平安吗？罢了，事到如今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你与慈燕大婚那晚，我得知嫁来的是你，原本也吓了一跳。可燕儿当晚就来找我，说她心悦的人一直是你。她同您说过？说过。我当时还不敢信，她那冷冰冰的性子竟也会喜欢一个人。裴谢两家虽早有婚约，可我一直知道她从未喜欢过青青。后来见你们一直分院而住，我心里着急，才在那晚的酒水里下了春情散。谁知道他那个混账竟抱着你去泡冷水，害你病了一场。我又气又无奈，恨不得拧他耳朵。他自小就是那副德行，喜欢也不会好好说。表妹，表妹，该回去了。母亲在等你。这是你小时候爱吃。多谢。你为何总防着我与表哥说话？从小你便与他亲近，不与我亲近。你也不看看你自小什么秉性。宁儿，孩子都有了，能不能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开始喜欢我？我早就跟他说过，我是喜欢他的，可他根本不信。不信算了。燕儿，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啊！很可爱，拿远一点。还疼不疼？宝贝，你爹这性子可别学，没人会喜欢的，以后会娶不到媳妇的。你爹能娶到媳妇，那是祖母我一生行善积德积攒的福报。来，燕儿，抱抱你女儿，你看她多像你。太吵，拿远一点。你这孩子，母亲，算了，他笨手笨脚的，别摔着孩子。累不累？要不要回房歇会儿？少夫人，裴府的人到了。满月，苏玲，恭喜你。多谢表哥。
恭喜。都别站着了，快落座。今日是孩子满月，图个热闹喜庆。孩子叫什么名字？谢念灵。只念你一个。苏宁，我好后悔。出什么事了？宋元要跟我和离，他说要娶吏部尚书的女儿，说这样能帮他在仕途上更进一步。当初是我死活要嫁给他，如今落到这一步，我哪敢告诉爹娘？苏宁，你让谢自燕帮帮我好不好？只要他肯出面，宋元一定不敢和离。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替你问问他。苏宁，谢谢你。先把眼泪擦了，别让人看出来。怎么了？表姐方才同我说，宋元要与他和离。他说要娶吏部尚书的女儿，表姐如今不敢告诉姨父姨母，想求你出面帮他这一回。他自己选的路，凭什么要我替他收拾摊子？可是他真的很可怜，姨父姨母若知道了也会伤心。就帮这一次，好不好？真是拿你没办法，我替他问问。但若宋元铁了心，我不会强人所难。好。抱歉打扰了，我来跟苏宁说一声，府里有事，我先回去了。你照顾好自己，若有人欺负你，记得告诉我。他倒是关心你。你又吃醋啦？没有。好了，我心里只有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真的。世子，查清了，宋元要娶吏部尚书之女，并非只为仕途，他早已投靠三皇子。吏部尚书是三皇子的人，这门婚事是宋元递过去的投名状。三皇子一直视谢家为眼中钉，这回借裴青青的婚事，就是想拉裴家入局，再借裴家对付谢家。下去。是。这个三皇子还真是处心积虑。那表姐怎么办？她还什么都不知道。先别告诉他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我会处理好这件事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侯府那位少夫人不过是个穷秀才的女儿，要不是裴大小姐逃婚，她
她哪有机会嫁进侯府？我还听说她娘当年是不守妇道，被发现后才跳井的。她那个爹更不成样子，赌钱喝酒，听说还想卖女儿换酒钱。那样的人怎么会真喜欢她？多半不过是碍于面子。母亲，我们走吧。少夫人，宁儿，别哭，那些都是谣言。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是谁在背后捣鬼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可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爹确实是个酒鬼，我娘也确实是跳井，我就是个出身卑贱的女人，根本不配做你的妻子。现在全京城的人都在笑话你，笑话侯府娶了个贱民之女，是我连累了你，也连累了侯。不许胡说，在我心里，你是最好的女人。什么出身，什么门第，我从来都不在乎，我只在乎你。就算被全天下笑话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也愿意。臣弹劾谢慈燕，其出身低贱，身世不堪。谢慈燕娶此等女子入侯府，有辱皇家颜面，不配承袭侯府爵位。够了，此奏朕不准。而你也该谨言慎行，注意影响。臣领旨。少夫人，今日朝上有人拿您的身世弹劾世子，圣上虽未准奏，还是将世子召进宫训斥了一顿。知道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想回裴府住几日。回裴府？你是想离开我，对不对？就因为那些谣言，你就要抛下我和孩子？我只是不想连累你。我都说了，我不怕连累。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，才敢相信我是真心爱你？表妹，我听说你出事了，特意来看看你。好啊，我就知道，你根本就是想去找他。当初若不是我设计让你替嫁，你早就嫁给他了，是不是？谢子玉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他只是我的表哥。表哥？他对你的心思谁看不出来？要不是我把你锁在身边，你早就跟他跑了。你不可理喻！你敢走？苏玲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走出这个门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我说到做到。好，你打断我的腿吧。就算你打断我的腿，我也要走。我不想再跟一个不信任我的人在一起。苏宁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谢慈燕欺负你了？表哥，送我回裴府吧。
这是怎么了？姨母，人我先送回来了。侯府的人说我克死了母亲。这个燕儿就是太在乎你了，才会说出那样的胡话。他怕失去你，所以才会变得这么偏执。我知道他爱我，可他的爱太重，重的叫人喘不过气。你若还放不下，不如回去。总这么熬着，也不是办法。燕儿，你又一口没吃。燕儿，世子这是急火攻心，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。若再不调养，身子真要垮了。素宁，你跟我回去吧，燕儿她快疯了。她怎么了？自从你走后，她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不吃不喝，也不说话，每天就坐在那里看着你的画像发呆。我怎么劝都不听。昨夜她还咳了血，太医说她是急火攻心，再这样下去，身子就真撑不住了。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可看在孩子的份上，看在他这么爱你的份上，你就原谅他这一回吧。他心里比谁都后悔，只是拉不下面子来接你。苏玲，回去吧。谢慈渊他是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其实我早就放下了，我知道你心里只有他，我只希望你能幸福。好，我跟您回去。他就在里面。宁儿，你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走的。不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说那些话伤你的心，也不该不信你。宁儿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以后我再也不会了。宁儿，我有2件事要告诉你。第一，那些谣言确实是三皇子散播的，我已经收集到他和宋重勾结谋反的证据，明日一早就进宫呈给皇上。第二，是关于你爹的事。我爹，他怎么了？你爹不是病死的，他是被三皇子的人害死的。离那丫头远点儿，你若再敢靠近她，死的就是她。当年你爹把你送到裴府后，就被三皇子的人盯上了。三皇子想利用你威胁裴家，便逼他不准再靠近你。这些年，他一直只能远远看着你，
不敢露面。后来他发现三皇子想利用你的身世对付谢家，便想赶来侯府告诉我真相，就被劫杀。他还没到上京，他们把他的尸身伪装成病死，扔进了乱葬岗。原来他不是不要我。对不起，灵儿，是我查得太晚，让你误会了他这么多年。后来他发现三皇子想利用你的身世对付谢家，便想赶来侯府告诉我真相，可他还没到上京就被劫杀了。他们把他的尸身伪装成病死，扔进了乱葬岗。皇上，这是三皇子与宋元往来的密信，还有相关人证口供。好一个三皇子，竟敢私劫朝臣，图谋不轨！传旨，废除三皇子皇子之位，贬为庶人，终生圈禁宗人府。宋元参与谋逆，革去官职，流放3000里。是，臣领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宋元参与谋逆，着即革职，流放3000里，即刻押解，不得有误。我打算去江南散散心，出去走走也好。苏宁，以前的事，对不起。祝你们永远幸福，一路顺风。又哭了。你轻点抱，别弄疼他了。他就是不喜欢你抱。刚喂过奶。为什么？我是他爹。谁让你以前总说他吵，不肯抱他？明儿，谢谢你。从前我总怕你离开，所以才会变得偏执又疯狂。以后我会改。我也谢谢你，谢谢你爱我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真正的家。